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消失的新世界秩序。在2022年的7月6日呢，一枚炸弹呢在佐治亚州的阿尔伯顿的一块5英亩的农田上爆炸了。爆炸呢摧毁了一座屹立在这片土地上40多年的大型纪念碑，它被称为呢佐治亚指南石。它是4块巨大的花岗岩板，重达100多吨，其中包含了一套更和平有序的新世界秩序。建造者的身份呢，40多年来一直都是一个谜。但是今天呢，宇哥会告诉你他是谁，他为什么要对自己的身份保密。可能呢，这和佐治亚州的指南石被毁灭的原因一样。因为指南石上说呢，通往完美社会的道路呢，是必须通过一个世界征服、基因和种族纯洁以及大规模的人口减少来实现的。换句话说呢，就是他想建立一个新世界秩序。在1979年的6月呢，一位衣冠楚楚的男士呢，使用化名罗伯特·克里斯蒂安呢，找到了阿尔伯顿花岗岩精加工公司总裁乔·芬利。克里斯蒂安呢，想要建造一座纪念碑，他说必须与巨石阵的宏伟和令人敬畏呢相媲美。所以克里斯蒂安最近参观了巨石阵，他对他呢印象深刻。尽管他觉得他缺少了一些东西，那就是一个信息。但是是什么样的信息呢？克里斯蒂安呢使用这个名字的原因，他说他是一名基督徒。他说没有比十诫更出名的基督徒的信息了。无论你是否有信仰呢，十诫呢都有我们所有人都应该遵守的规则。里面就说不要撒谎，不要偷窃，不要伤害任何人。但是呢，有人说那是个人的规则呀，那是上帝在山顶上给摩西的一句话而已嘛。克里斯蒂安的想法呢，他说他更大。他说他代表了一小群忠诚的美国人，他们在过去的20年里呢，规划了一个异常庞大复杂的纪念碑。他带来了一个比例模型，上面有一些非常详细的规格。该构造呢高16英尺，由4个排列成十字架形的巨型石块组成。顶部的中央呢有一个石头。纪念碑呢需要用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8种语言来传达信息，比如说里面有英语、西班牙语、俄语、中文、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印地语以及斯瓦希里语。它还需要使用4种已经消亡的语言来传达信息，比如巴比伦语、卡尼阿语、埃及象形文字、梵语和古典希腊语。克里斯蒂安开始描述这座纪念碑的时候呢，芬利停下了手中的工作。他就心想这个要求的石头呢，比他以前加工过的呢都要大，而且他们还要想把它切割、抛光，排列成一个巨大的天文仪器。他说这4块石头呢，应该勾勒出1年之中的4季的迁徙，包括中间支撑石头上的小孔呢，需要始终显示中间支撑石顶的北极星的槽应该与冬至、夏至对齐。日出正午时分呢，春分、秋分时节应该与顶孔上的一个孔呢，使中午的太阳聚焦在中央柱上，从而指示1年中的哪一天。所以克里斯蒂安还有一个最后的要求，就是让一些人呢对这个佐治亚州的引导石项目产生疑问，因为这块石头应该是能够经受住世界末日考验的。而芬利花岗岩公司的主要承接项目呢，就是雕像纪念碑、墓碑、零售批发等订单。他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接到这样一个制作纪念碑的要求。所以芬利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个家伙疯了，他想的怎样能够把他打发走、赶出去嘛。所以芬利呢试图打消这个陌生人的念头，于是他给他报了一个比他做过的任何工作都要高得多的价格。他说这项工作呢需要重型设备、特殊的工具、昂贵的顾问。然后呢，这个人的秘书居然点头了，并询问他需要制作多长时间呢？芬利就说呢，不确定需要制作多长时间，有时候6个月，也许更久。芬利说，除非他很有钱，否则他根本就不会考虑做这个纪念碑的。可是这个克里斯蒂安居然就问这个芬利有没有值得信赖的银行家。芬利呢让他去银行呢找行长怀亚特·马丁。那马丁和这个克里斯蒂安呢居然达成协议，马丁将帮助设立银行账户，资金呢可以转移到该银行账户以支付石碑费用，但不能以假名设立账户。那克里斯蒂安明白呢，并同意告诉马丁他的真名，但是前提是你必须承诺永远不会告诉任何人他是谁，或者是他代表谁。那马丁呢也同意了，他将是唯一一个知道这个基督徒真实身份的人。那石碑创立人尽管多年以来一直被追捕但是马丁呢一直信守承诺，直到他临终呢都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个人的身份。之后呢，克里斯蒂安就在这个佐治亚州的阿尔伯特县呢购买了5英亩的土地。终于呢，这个新世界秩序的纪念碑开始建设了。就这样呢，克里斯蒂安居然在这个期间就消失了，再也没有人见过他。而这片5英亩的牧场呢，就是阿尔伯特县最高的一个地点，从各个方向呢都可以看到很理想的位置。那佐治亚州的石碑呢，位于1980年的3月22日被树立起来，并向公众展示。当时呢，当地的媒体甚至是艾伯顿的这个国会议员都出来参加揭幕仪式。
那每一块石碑呢，高16英尺，宽6英尺，厚19英寸，包括纪念碑的基石呢，总重量呢都是100多吨了。多年以来呢，成千上万的游客从世界各地前来呢参观佐治亚州纪念碑。但这些石碑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不仅仅是一座令人印象深刻的巨大的花岗岩建筑，它是新的一个世界，用4英寸高的字母刻成的。石碑上的第一条呢，就写的是造福人类，将人类的数量呢要保持在5亿人以下，与自然呢保持永久的平衡。第二条呢是明智的指导人类繁殖改善适应性和多样性，是通过优生学培育出一个优秀的社会的标准。第三条呢是用一种新的单一的语言呢来团结这个世界，用温和和理性呢来统治激情、信仰、传统和一切的事物。那第四条呢是用公平的法律和公正的法庭保护人民和国家，让所有的国家呢都进行内部统治，解决外部争端，避免琐碎的法律条文以及无用的政府官员，让个人的权利和社会责任之间寻找平衡。那第5条呢写的是珍视真理、美丽、爱，寻求与无限的和谐，不要成为地球上的毒瘤，给大自然呢留出空间。其实乍一看呢，这些戒律中的一些呢似乎都是陈词滥调，但是当你仔细观察的时候呢，这些指令呢令人非常的不安。有人声称呢，佐治亚州石碑呢就是新世界秩序的一个指示，但是我们被告知这都是阴谋论。让我们从第1条开始读起嘛。上面就写的是将人类的数量永远保持在5亿人以下，与自然保持永久的平衡。那今年的世界人口总数呢，其实已经达到了80多亿了。要达到引导师所期望的理想人口的数量呢，意味着大约94%的地球人口呢将被消灭。居然有很多人和智囊团呢都支持这一观点。那在网络上呢，有一个叫做罗马俱乐部的，他将自己定义为一个由知识分子和商界领袖组成的非营利性的非正式的组织。其目的呢是对紧迫的全球问题呢进行批判性讨论，但是罗马俱乐部呢并没有公开宣传它是由摩根集团于1968年在洛克菲勒的私人国有企业伯拉交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创建的。那在1980年的8月呢，就在这个引导师树立起来的几个月之后呢，罗马俱乐部的成员霍华德·奥多姆呢就说，美国有必要在未来的50年内呢将人口减少2/3。他没有提到应该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但是有理论却可以解释呢，如果其中的一代人都没有人养活的话，那么只需要1代人的时间就可以减少很多的人口。还有一个就是宇哥之前讲过的皮尔德伯格会议嘛，它是成立于1954年，他们在防止第3次世界大战，他们也想要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那为什么皮尔德伯格会议如此的保密呢？而它的保密呢，也产生了各种的阴谋论。其中之一就是比尔德伯格集团就认为目前的人口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据称呢，皮尔德伯格集团试图减少人口的一种方式就是引发各种流行病。该理论还称呢，皮尔德伯格集团通过将所有的媒体整合到少数的几家大型公司来保密其真实计划，然后利用政府与这些媒体公司呢合作，审查任何违背集团意愿的想法。比如呢，川普和拜登呢都积极地向推特施压，要求其审查任何违背他们议程的信息。但是呢，皮尔德伯格集团是否是幕后黑手尚不得而知嘛。而又是谁为皮尔德伯格集团制定的外交政策呢？居然呢，背后是罗马俱乐部。据称呢，罗马俱乐部支持使用任何必要的手段，大规模的减少人口。比尔德伯格集团的创始人呢是伯纳德亲王，在2战时候呢，他是一名党卫军军官。在德国征服法国之后呢，他转换了阵营，变成了盟军，所以现在是伯纳德亲王。但很多人说呢，所有的这些都不过是阴谋论嘛。但是佐治亚州的指导石并不希望减少现有的人口，而是希望在世界发生灾难性事件之后呢，重建社会。假设这是真的，那剩下的幸存人口应该如何控制呢？又是由谁来决定呢？而第1条指导石就解决了这个问题。那第2条指导石呢，就写明了是明智的提高繁殖的适应性与多样性。罗伯特呢写了一本名为《常识更新》的书并于1986年将其寄给了国会的每一位议员。罗伯特写道呢，在无数的声明中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必须制定经过深思熟虑的人口政策，这一点呢至关重要。这一需求非常迫切，应该优先于其他的问题，甚至是国防问题。那么政府应该允许什么样的人生孩子呢？负责任的养育自己的子女将考虑遗传和环境的因素。里面就说我们必须努力的培养健康的孩子，然后塑造他们的性格，发展他们作为对社会有价值的成年人的潜力。而他们反过来呢，又将这一过程呢无限期的延续到了未来，就致使我们肩负着更重大的责任，要利用一切有用的知识呢来完善引导我们繁殖的质量性。我们有能力留下新一代人类，
新一代人类呢，在智力、身体和社交能力上肯定是略优于我们的。而这个规则呢，它热衷于惩罚那些想要大家庭的人，比如说印度那边的一家子就几十口人了。规则里面就说，只需要几代独生子女的家庭呢，就可以带来巨大的进步了，因为人口就减少了。必须通过社会和法律的压力来阻止那些不负责任的生育行为。这个计划里就说，只允许有价值的人繁衍，创造一代基因优越的孩子。这就是新世界秩序里所谓的优生学了。但是在新世界秩序中，它可能还不是原罪，因为帮助创建罗马俱乐部的洛克菲勒呢，是1954年成立人口理事会的那个人。而人口理事会过去和现在都支持节育和早产终止研究，特别是针对那些具有不良遗传基因的人。那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洛克菲勒说现代文明通过拯救更多的弱者的生命，并使他们能够繁衍繁殖，而减少了自然优胜劣汰的选择的运作，导致了遗传质量呈下降趋势。需要创建一个组织，致力于降低具有不良遗传弱者生育能力。而人口理事会的一名成员呢，最近在2020年呢被指控支持强制绝育。该理事会呢，至今仍然还是很活跃的。它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呢开展各种项目。请注意北美和欧洲并不在他们的名单之上，这也许呢只是一个巧合。但是理事会关注的主要的都是一些非白人的国家，而人口理事会每年的收入数百万美元，最大的贡献者呢也是美国政府改善公共卫生给捐助的。在过去的40年里呢，世界婴儿死亡率下降了60%。在同一时期呢，世界人均寿命也从1950年代的46岁增加至了今天的63岁。那人口增长呢，对我们的星球生态系统负面影响令人震惊。所以指南10上面的第一项呢就是人口控制，而指南10的第2项呢就是通过优生学而培育出一个优秀的社会。而指南10的第3项和第5项呢令人不寒而栗，是用一种新的单一的语言来团结世界，在世界法庭纠正所有的分歧。那这些呢是创建新世界秩序的一个关键。当地的牧师指出呢，启示录警告说一个共同的语言和一个世界政府呢是反基督的成就。指南10上的第4条呢是用温和理性来统治激情、信仰、传统的一切事物。这也让那些相信信仰高于一切的基督徒们感到不安。毕竟十诫上的第1条戒律上帝就说，在我面前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所以上帝并不赞同这些指南10的内容。这些看似反信仰的信息呢，就使得这个佐治亚州的石碑成为了所谓的撒旦崇拜、巫术和异教徒的仪式场所。一个叫奥伯顿的当地人报告就说在石碑附近他看到了灯光，听到了吟唱声，在石碑上还发现了融化的蜡烛。当然呢，现在还没有看到人类献祭的那种事情。其他的一些理论就认为呢，这些石头呢是在霍皮人的土地上建造的，而霍皮族呢也有关于新世界的一个预言。其实最大的谜团就是谁资助了这个项目？需要35年才能够实现什么目标呢？我们最终找到了答案。多年以来呢，网络侦探呢对克里斯蒂安的真实身份有很多的理论。基督教的商人和 CNN 的创始人泰德·特纳呢是领先的一个候选人。他的基金会呢为了保护环境而创建的，他明确表示过对文明的最大威胁呢就是人口过剩。而怀特·马丁呢是个银行老板，他知道罗伯特·克里斯蒂安的真实身份，但是他选择对克里斯蒂安的身份保密。所以克里斯蒂安和马丁每年甚至交换过2次信件，直到克里斯蒂安过世。而这些信件呢，从未从同一个地方寄出，资金也都是从不同的地方转移过来的。所以马丁于2021年的12月去世，但他也确实在此过程中留下了一些线索。不管他是否是有意的，马丁就证实呢，克里斯蒂安在2000年之后已经去世了。所以他提到克里斯蒂安还有一个女儿，他在佐治亚州接受基本的训练，然后呢被派往了2战。马丁说克里斯蒂安来自于中西部，有一段时间呢在建筑行业工作。然而促使这笔交易的呢，是在2005年发生的事情。当时呢，一个纪录片摄制组呢正在拍摄阿尔伯顿怀特上空的乌云。马丁当时中风了，身体状况非常糟糕。摄制组就向他施压，要求他向他们展示他多年来收到的信件。而马丁很不情愿但最终还是同意了。尽管呢他在向他们展示的时候，还小心翼翼地遮挡了上面信封上的邮戳，但是摄影师还是能够用特写镜头拍到盒子里面有些信件的地址的信封。因此呢，利用这些信息互联网上的人们做了他们最擅长的事情，就是追踪这些地址。上面写的这些信呢，是来自于赫伯特·辛西，是一个叫科尔斯滕的博士，他是爱荷华州道奇堡的外科医生。科尔斯滕呢是克里斯蒂安这个名字的旧德语的形式的发音。他于2000年之后去世，正如马丁所说科尔斯滕于2005年去世。
现在呢，根据科尔斯滕的信息呢，他之前是参加过2战，他是一名热爱自然和树木自然资源保护者，他是一位博物学家，而且呢非常关注环境和世界人口问题。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呢，从事建筑业，有2个儿子和2个女儿。讽刺的是啊，支持限制人口的科尔斯滕却自己生了4个孩子。他确实有几个名人的朋友，其中一个呢就是威廉·肖克利。而肖克利呢是一位物理学家和发明家，他实际上呢在1956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也以种族主义者而闻名，他也支持优生学，他自己呢居然也有3个孩子。那在得知了这个新世界秩序石碑真正的主人之后呢，所有的人都炸了锅。原来这块石碑根本就是种族主义者的信条嘛。那在2022年的7月22日的凌晨4点钟的时候呢，视频监控之中居然拍到了一个人带着一包东西跑向了石头。几秒钟之后呢，爆炸发生了，4块石碑其中的1块被摧毁。不到1分钟呢，监控就拍到了一辆汽车离开了现场。这个陌生人他是谁呢？那几个小时之后呢，一些重型设备居然被运来清理现场。他们难道不好奇是谁使用了这些炸药，用了什么成分来引爆的这些东西吗？而所有的证据呢，很快在几个小时之内呢就被清理干净了。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一看就是一场有计划的清除工作呀。而所有的这些希望我们遵守独生子女政策的人，似乎都有很多的孩子。包括你看洛克菲勒，他自己有6个孩子；威廉·肖克利呢有3个；科尔斯滕呢，又名克里斯蒂安医生呢，他有4个。但我们其他人呢，他们却要求我们只能生1个，而且只能在我们的基因健康的情况下你才能够生。那到底是谁来决定基因健康的呢？他们想限制地球的人口，却不承认正是人类的快速增长和进步让他们获得了大量荒谬的财富吗？现在呢，他们自己有了财富，他们想限制我们拥有的东西。正是这些人在大声的呼吁气候变化、化石燃料污染，他们想决定谁可以拥有哪些工具，以及冬天谁可以用多少能源来取暖。但洛克菲勒怎么通过石油赚钱的呢？罗马俱乐部的创始人奥雷利奥·佩切特呢，他曾经为菲亚特工作发家致富。而菲亚特呢，是一家生产汽车、火车、飞机、拖拉机和军事装备的大型公司。当他们让自己的家族变得富有和强大的时候，气候问题呢，那个时候就不是问题。现在当他们所有人都有了钱，他们起来了，那气候问题呢，居然就成了地球上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其实我们这个星球面临的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就像他们一直以来都是通过我们所有人的集体创新和合作解决的一样。但是这些精英们是不想合作的，他们想要控制，他们想有优越的基因，他们不相信我们自己呢足够聪明，可以做这些决定，所以他们想替代我们来做这些决定。所以大家觉得这是真是假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